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生物都在进化，我们当然也不例外。常言道，活到老学到老。现在社会竞争压力这么大，我们要不赶紧多学点技能傍身，早晚有一天啊会被后浪拍死在沙滩上的。这书也太难了吧？这才哪儿到哪儿呀？你就觉得难了？哎呀，真是同人不同命啊！明明都是这么久的义务教育，明明都是同一个老师教出来的，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呢？有的同学大学的时候考前7天拿到了毕业资格证，我都考了3次了，4次差一点儿。好吧，差一半。瞅你笨那样，这么简单都过不了，你就知道笑话我。你行，你来啊！说那2句还不开心了？我来就我来。哎，你不会了吧？你也不会了吧？不许笑话我！哈哈，原来我们一直都一样。毕业的前一天啊，把所有的知识都还给老师了。4年1460天，35040小时。原来我们已经认识了这么久，每一段青春都是不容辜负的旅程。这段路上会有人出现，有人离开，有争吵，有感动。可无论发生什么，只要有他在身边，总会觉得很安心。看什么看？别想抢我的好吃的，早晚你胖的没人要，那我就赖在你这儿了。说是这么说，毕业之后虽然还是住在一起，但是很明显，我们都有了各自新的交际圈。由以前的时刻不离，变成了现在的偶尔相聚。你终于回来啦！我等你好久了。好怕在之后的某一天，我们是否也会分开，从此再难相见。哎，你说我们会不会有一天也分开啊？分开？你能嫁得出去再说吧。臭丁文，你说谁嫁不出去呢？好，给你零食嘛。时光不老，我们不散，天不会不蓝，你不会不在。吃饭，7点开始运动，8点敷面膜追剧。现在的他应该已经睡着了吧？再确认一下，安全。这可真不是我自私自己偷吃小蛋糕。甜心儿那个小肥猪一直都是管不住自己的嘴，前2天发现自己又胖了，郁闷了好久。你这小腿怎么跟大腿一样粗啊？你就不能委婉点吗？你这大腿怎么跟小腿一样细啊？他这饮食才2天，一定不能让他功亏一篑，毕竟他那么没有自制力。我想吃。不，谁不想？你大半夜不睡觉干嘛呢？没什么。你手里藏的什么？交出来！还以为什么呢？神神秘秘的。看来是我小看他了，总是担心他缺乏自制力。现在看来，他比我想象的还是要坚强。看样子他还比我想象的要再聪明一点。抽纸没啦，衣架也没有了。姐妹一起合租，共用的东西很多，消耗的自然也快。看似离家不起眼，但积少成多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。洗衣液也没啦，你可以自己买。算了，再深的友情也是易碎的。很多人都以为打败2个人友情的罪魁是看起来水火不容的矛盾，但其实日常不在意的小事才是隐藏在堤坝下的隐穴。我可以什么呀？没什么，你可以帮我拿个苹果吗？等着啊。给你。对了，抽纸什么的就不用买了，我已经都买好了。这些我买就好了呀。说什么你买我买的？这是咱们共同的家，当然要共同维护啦。或许所有的误会都只是缺乏沟通吧。你这么看着我干嘛呀？你不会是拿我手机买的吧？哎呀，什么你的我的都是我的。没办法，就这一个闺蜜，还是惯着吧。毕竟知道她才不是爱占小便宜的人。胭脂，
后天我过生日，千万不要送我口红。好啊，因为我的口红啊实在是太多了。知道。胭脂，后天什么都不要送我哦。好，我知道啦。胭脂，千万不要送我什么口红。对。胭脂，什么千万不要送给我？我不要什么口红。对。这是口红。哇，胭脂，果然是你最懂我。提心儿把这个盒子放这儿，说是送给我的礼物，猜不对还不准打开。其实前2天他就旁敲侧击试探过我想要什么礼物了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我给你买了礼物，你猜是什么？香水不对，巧克力不对，再猜最近新出那款口红。算了，到时候再告诉你吧。这个办法不错，不想要什么一问就清楚了。算了，你肯定猜不到。果然还是跟小孩子一样幼稚，这么大人了竟然还喜欢芭比娃娃，你说幼不幼稚？性格上大大咧咧的，做事还顾手不顾耳，可对我的事情总是很在意也很细心，就像现在。这是什么呀？你不喜欢呀？那我不客气啦。你根本就是给自己买的好不好？没想到又被他套路了。不过也正因为这种套路，生活才有滋有味的呀。拿来吧，用不了也得自己留着。是不是眼瘸？走路不看路？对不起。敢欺负我闺蜜，不想活了吧你？见你一次打你一次啊！哎呀，这么蟑螂怕什么？什么搞的？这件事情做不好。对不起，老板，我马上回去改。不好意思。喂，丁文，我跟那个渣男又分手了，我觉得他肯定是有别人了。你这一辈子有没有为别人拼过命？嘿，你们这儿有水壶吗？怎么了？我要借水壶。水壶啊，来。Engkau yang cantik, engkau yang manis, engkau yang manja, selalu 胭脂，你现在心情怎么样啊？还可以啊，怎么了？没事，我给你讲个笑话吧。今天我下楼的时候呢，看到一只猫在跟一只狗打架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那只猫开口说话了，我不小心把你的口红给折到了。然后等一下，继续。你这周的零食我承包了。再说一遍。1个月。2个月。成交。你和闺蜜冷战过吗？2个人从开始时的心有灵犀，到矛盾时的不再联系，心里所想的和实际做出的总是不一致。明明想的是我们和好吧，说出口的却是……那一刻我们都没有说话，只留下一个转身和解不开的矛盾。如果有一天我们吵架了怎么办呀？那我就带你最喜欢的小蛋糕去哄你呀。那如果是你生气了呢？那你就带2瓶啤酒过来。没有什么是一顿酒解决不了的。喂，我们见一面吧。这就是闺蜜，骂不走，吵不散，
在风雨过后，你会感激闺蜜一路的陪伴，然后笑着说：“有你真好。”好闺蜜在一起生活，一定是互相给予温暖，每个人都为这个家付出自己的心血。王可以吗？叫我走电话走。看到成果的时候，自然会感到幸福。明确的分工是幸福感出现的前提，可实际上总会有些不一样。为什么我就在这儿累死累活拖地，你就在那玩手机啊？因为我有东西你没有啊。你有什么我没有啊？我有一个好闺蜜啊。明天我就去找一个。臭丁丸，你敢？我们数着星星一起老去，让我们肩并着肩笑看风雨。即使你只是我生命拼图的一小块，但是没有你，我的生命并不会完整。